库斯曼达矿区向西300公里是加拉西亚部落的家园。就在10年前，这个部落还过着非常原始的游牧生活。如今，他们依靠土地种植和饲养牲畜为生，田野里庄稼长势良好。今年部落迎来了大丰收，在村头的一棵大树下，大家聚集在一块品尝当地特产，用牛粪烤制的小麦面团子，不同于中国馒头的做法，他们会把咖喱粉和面粉混合在一起，做成面粉咖喱团子。讲究的富人也会加入其他混合香料，然后再放到牛粪中烤熟，拍掉上面的牛粪灰就能食用了。面团内部比较松软的部分会给年幼的孩子吃，由于这种面团比较干硬，一般会配着菜汤或者饮用水食用。部落族长巴杰纳为感谢神灵赐予的五谷丰登，他正在跟大家商量前往圣城瓦拉纳西。巴杰纳说，他们努力劳作，但是生活依然过得很拮据，孩子们一出生就看不到未来。这里没有学校，也没有医院，所以他希望通过到恒河沐浴来洗净罪孽，以改变村落的未来。作为虔诚的印度教徒，他们坚信恒河女神具有神圣的力量，恒河水能冲走一切霉运。在印度教的信仰中，人这一生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要能够在恒河水里彻底的洗一次澡，才是最纯净最完整的一生。他们会感到莫大的荣耀和精神的满足，因为信徒认为自己正在履行虔诚的宗教责任，所以印度人只要有条件都要在恒河中沐浴。夜幕降临，加拉西亚部落正在为此次的净化之旅进行祈福和庆祝。村民们的这次旅程将有20人一同前往。由于地处偏僻，村子位于山脊，路窄坡陡，通行条件很糟糕，只有拖拉机才能带他们到山下的城镇，这是抵达圣城前必须的交通工具。他们很少去这么远的地方，旅途困难重重，但村长对此次朝觐之旅的信念坚定不移。次日清晨，村民们准时出发，车斗内大家坐得满满当当，其中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村落。乘客需要忍受300公里的长途旅程。村长说，他们为了此次的朝圣之旅已经攒了很长时间的钱，主要花费是租拖拉机下山和买长途车票。他们需要先顶着烈日乘坐拖拉机到达山下城镇，然后再转乘巴士才能抵达瓦拉纳西。此刻他们的艰难之旅才刚刚开始。印度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，也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，号称宗教博物馆。在印度10几亿人口当中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。世界主要宗教中的佛教和印度教都源自古印度，而在印度有 79.8% 的民众信仰印度教，以近11亿教众排行第一。伊斯兰教作为印度的第2大宗教，也有1亿8千万信徒，占比为 14.2%。我们熟知的佛教在印度仅占 0.7%。为了瓦拉纳西的圣火持续燃烧，伐木工一年4季都在该地区的森林里忙碌，斧头搭配锯子，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完全依靠人力。这是一份相当辛苦且危险的工作。树木倒下之后，他们会对木材进行分割，以方便转运。前往瓦拉纳西的卡车正在森林边缘的临时木材堆放处进行装车。在这里，妇女们也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。从出生开始，印度女性就一直处于被压迫中，她们必须服从父辈们从小所灌输给她们的女人生来卑微，要无条件服从男性的思想，而种姓制度也使得她们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加艰难。司机拉马汉对这一切司空见惯，并未感到一丝尴尬。他说，装满卡车需要15吨的木材，这对妇女们来说并不容易。但拉马汉认为他的工作也不轻松。通往瓦拉纳西的山路需要7个小时的车程，道路狭窄崎岖，一段5公里的盘山陡坡路段十分危险，加高超载的卡车很容易发生侧翻事故。由于道路路况较差，车辆超载、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等原因，造成印度的交通事故非常频繁，且死亡率也长期居高不下。危险路段拉马汉驾驶得非常谨慎。抵达圣城瓦拉纳西，他还需要继续行驶5个小时。逝者的家属正在恒河边上等待他的木材。
此刻，加拉西亚部落的成员还在前往恒河的旅途中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仅仅走了一半的距离。下山路段崎岖陡峭，拖拉机的轮胎开始打滑。为了保障安全，他们决定下车徒步走完危险路段。但这对妇女和年幼的儿童来说并不容易。旅途长时间的颠簸使大家此刻都感到疲惫，但为了受到恒河女神的庇佑，他们并未放慢脚步。如果旅途顺利，部落成员将在第二天抵达圣地。不过途中另外一辆拖拉机并没有他们的好运气，这辆车发生了事故，一人遇难，多人受伤，拉的砾石子也洒落一地。组长巴杰纳和乘客中的很多人都认识。他说，这已经是今年该路段的第7场车祸了。虽然事故频发，但拖拉机仍是该地区唯一可通行的交通工具，他们并没有其他选择。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加拉西亚部落的成员们终于抵达距村庄最近的松巴德拉县城。该地区曾因一起轰动全国的乌龙事件受到举国关注。事情缘由是，当地矿业部门曾在2020年高调宣布松巴德拉县勘探到了特大金矿，当地受益的居民纷纷高呼发财了。由400户家庭为发现该宝藏后所面临的大额补偿搬迁已做好了准备。不过就在印度舆论狂欢持续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，国家地质调查局就出面辟谣了，称这起误会是由于信息误传所导致的错误报道。作为印度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，除这起乌龙事件外，该地区就鲜有消息传出。瓦拉纳西位于该县北部115公里处。此刻，加拉西亚部落的成员们已抵达县城车站，拥挤的巴士将会把他们带往圣城。在印度，巴士车经常超载，且路况不佳，车辆老旧，所以这样的出行方式并不安全，舒适性也极差。组长清点人数后，购买了20张车票，这需要花费25欧元，折合人民币195元左右。旅途115公里，车票人均10元人民币。这对于偏僻部落的族人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组长巴杰纳说，他们为朝圣之旅的开销存钱很久，这些费用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。25欧元是当地人的平均月薪。为了节省时间能多跑几趟，巴士司机会冒风险提高车速。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60%的印度司机没有参加驾照考试，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司机通过贿赂获得了驾照。更糟糕的是，37%的卡车司机本应具备驾驶重型车辆的专业资质，但他们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正式培训就拿到了驾照。有报道称，每3.5分钟就有一名印度公民死于交通事故，而巴杰纳对此毫不担心，他相信会得到神灵的庇佑。对于印度教徒来说，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，而是新生活的开始。回到帕万和高文的600公里煤炭运输线，此刻他们离开煤炭之都丹巴德已有4个小时。在矿区装煤时的漫长等待加之长时间的驾驶，帕万已感到疲劳。在这样狭窄混乱的道路上行驶，注意力需要保持高度集中。助理的工作也至关重要，因为他负责评估风险。帕万说，这条路线经常会有玩耍的小孩在路边嬉闹，受惊的牲畜也会突然窜入路中央，必须保持警惕，否则就可能撞到人或动物。假如出现这种情况，当地人会殴打司机并索要巨额赔偿。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货物和车辆会被抢走。此类事件在印度某些高犯罪率地区很常见。夜间行驶在这条运输线上，小偷和强盗则更加猖獗。偷不到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抢劫司机随身财物。印度的高犯罪率是一个复杂的议题，其原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。多民族多语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犯罪率高有关。印度并非单一民族的国家，其境内拥有100多个民族和多个种族，各族群都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，口语更是多达1000余种。这些口语涵盖了各种方言、地区性的变体以及社区间的特定语言差异。其中主要语言有122种，而官方语言就有22种之多。其中印地语和英语均被定为联邦官方语言。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英语国家。然而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。不同地区和社群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不同，也导致信息传播不畅，互相不理解，进而产生误解和矛盾。
这些诱因都使得印度个别地区犯罪率居高不下。回到煤炭运输线，夜幕来临，帕万已经连续9个小时未休息。长时间的疲劳驾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尤其夜晚。帕万决定在前面的临时落脚点进行短暂休整，这里24小时营业，能为过往司机供应简单食物和用于提神的咖啡。旅途劳累，即便一顿朴素的夜宵也能让旅行者倍感惬意。帕万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他不喜欢长时间远离家人。作为助手的高文却和帕万的想法截然相反，他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一名货运司机。不过高文目前只跟车了2个月，需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用餐结束后，帕万和高文会在这里简陋的床铺上小憩。凌晨3点钟，劳累的司机们都沉沉睡去，而帕万的目的地瓦拉纳西被称为不夜城，此刻依旧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。白天运输木材的拉玛汉由于路程不远，已经率先抵达。他现在要去给卡车称重，然后把货物卸到恒河岸边。接头人拉梅什已早早来到了接货地点。他的家庭世代从事木材转卖的生意，在运送木材的卡车到来之前，拉梅什需要召集到8个人来帮忙卸车。而此刻正值凌晨，劳累了一天的装卸工睡意正浓，他们大多都不愿意在凌晨出工。这些木材工人通常属于印度种姓体系的底层，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工作量，但整体来说收入水平较低。经过一番苦口婆心，几个老熟人还是勉强同意加班。司机拉玛汉将木材称重后已抵达卸车点，他只需要把卡车停在这里等待卸完15吨木材即可。因为还需要通过船只把木材转运至恒河边的火葬场，所以装卸工为了提高效率，会把木材直接扔下车。他们需要在天亮前卸下所有木材，这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。作为家族生意的继承人，拉梅什在当地虽富甲一方，但面对工作仍起早贪黑，亲力亲为。他坦言，木材贩卖的生意利润颇丰，负责装卸木材的小工每卸一车可以赚到2.5欧元，约人民币20元左右。作为中间商，拉梅什从中赚取的报酬是普通装卸工的数10倍。瓦拉纳西的黎明，恒河女神已渐渐苏醒，沿岸建筑错落有致，色彩斑斓的房屋与古老的寺庙交相辉映，彰显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。岸边的火葬场静谧而庄严，随着火焰的熊熊燃烧，亲人们静静地守望着，将逝者送上通往天堂的最后一程。作为印度一座古老而独特的城市，瓦拉纳西以其宗教和文化活动而闻名。每天清晨，圣城都会准时迎来喧闹而忙碌的一天，空气中弥漫着悠悠印度香。圣城瓦拉纳西是不同宗教传统的大熔炉，这里每天都会涌入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和大批游客。城市的狭窄街道和古老建筑也增加了些许拥挤感，但这也是体验印度文化和传统的特殊之处。印度的3轮出租车通常被称为嘟嘟车，以其经济实惠和相对快捷的优势受到人们的青睐。嘟嘟车行业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，许多印度青年以此谋生。司机拉坦对这座城市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。在繁忙拥堵的街道，嘟嘟车由于其小巧的设计，能够穿梭在狭窄的巷道和拥挤的市场，进入一些其他交通工具难以抵达的区域。嘟嘟车是印度城市生活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，也是游客常常选择的一种有趣的交通方式。尽管嘟嘟车有诸多优势，但也面临一些挑战。一些老旧车型的尾气排放超标严重，部分从业司机横穿乱行，经常造成交通拥堵。目前，印度一些城市已对其数量和排放进行了限制和规范。司机拉坦已经从事这份工作6年了，他现在习惯了混乱繁忙且充满噪音的街道。出生在恒河岸边的拉坦本可以做一名渔夫，他家世代以打鱼为生，但拉坦更愿意做一名嘟嘟车司机，因为他不喜欢一直泡在水里，也不喜欢被阳光暴晒。更重要的是，冬天几乎打不到任何鱼，他从小就厌倦了这一切。能成为一名嘟嘟车司机，拉坦感到很满足。他每天在路上能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，而其他渔民，包括自己的父亲，
则整日都被困囚在3点一线的枯燥生活里。近些年，恒河污染愈加严重，渔民们的生存也变得艰难。但拉坦依靠开嘟嘟车这份工作养活了一大家子，父亲也从起初的反对逐渐转变了态度。生活虽不富裕，但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